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许宏志医师。今天来谈一个题目是生物治疗技术在康复医学的应用。我这次主要的方向会集中在增生康复疗法。好，我是嘉义长庚医院厦门长庚医院康复科许宏志医师。那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厦门长庚以及嘉义长庚医院服务，另外也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担任特聘专家。那这个我在嘉义县儿童发展中心也负责早疗的业务，那另外也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担任特约医师。那另外在长庚大学、南华大学以及南台科技大学任教，那这是个人的专长，我主要对运动、老年、疼痛医学跟儿童复健比较有兴趣。那这个是我这几年的一些专业的著作以及这个 SCI 的论文。那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除了另外注明之外的都会从我这些写过的书籍里面去引用，也欢迎各位可以参考。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演讲大纲，那我主要来讲这几个。这是我今天的演讲大纲主要我们会介绍运动伤害跟组织修复以及它的急性伤害的处理原理。那在我们运动伤害当中最常见的肌腱病变以及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做一些介绍。那还有针对这个肌腱病变修复的增生修复的疗法，我们的这个定义那以及这个增生修复药物的这个介绍。那另外我们花一些时间介绍慢性肌肉疼痛以及这个肌痛症那介绍一些我们先前的研究那还有介绍各位一些增生修复在软组织的一些新的观点。那我个人研究的领域呢主要是针对在正常跟疾病之下的软骨以及滑膜细胞，还有这些细胞的这个细胞外的这个间质功能。我们尝试着使用不同的药物例如这个高浓度的葡萄糖，等一下会介绍到的那另外就是我在做的这个奈米增生晶片再生晶片的研究，那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这个细胞再生的治疗那如果包括像这个 PRP 干细胞等等，那我们来去观察它的这个在这些药物这些作用当中，它的信息的传递它的细胞周期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及观察有没有细胞的移动。那还有就是它纤维化的这个情形还有没有血管新生以及最近最新的像粒线体的功能等等的研究。那另外还有它们之间作用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增生修复疗法的研究地图。那今天也会挑一些重点跟各位做一些介绍。那我们运动伤害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软组织的修复了那诚如各位所知我们运动伤害主要有几个机转。第一个就是急性的伤害，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复微小性的创伤这个都是运动伤害的一个机转。那软组织在修复当中呢这个4个阶段我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受伤、发炎、修复跟重组。那这个时候呢介入适当的这个介入就很重要。为什么呢？有一些组织它血管很多例如像肌肉啦、神经这些。那有的呢是没有血管的，像肌腱跟韧带那这个血管多跟血管少我们介入的方式也会不同。而这些组织呢互相也会影响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些这个观念给各位参考。那在以前的这个运动伤害急性除的原则，我想从1980年代开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所谓的 PRICE 就是保护、休息、冰敷、压迫跟抬高那到这个我们2000年之后叫 POLICE 就是当中的这个 R 休息改成了适度的负荷，叫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那到了这个2020年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英国的这个运动医学杂志里面它提出一个
更新的一个观念，我们称之为 peace and love 啊。那 peace and love 的这个照护的原则基本上还是从这个 PRICE 去衍生出来。不过它有一些新的观念我们给各位来分次介绍一下。那包括像这个所谓的 PEACE 这个 A 这个 A 的话，这里有讲到避免抗炎就是抗发炎的这个动作呢，我们在修复当中要尽量避免。为什么？现在我们研究已经知道，像软组织的损伤当中，我们如果使用一些所谓的非类固醇类的抗炎药，就我们所谓的 NSAID、NSAID 这些东西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组织的这个愈合那包括在这个使用当中，除了 NSAID 不要用之外那我们说乙酰氨酚这个可以使用的 acetaminophen 这个可以是使用的然后呢，在治疗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冰治疗ice packing 不能太多太多的时候，它除了镇痛之外，可能会影响这个血管的生成以及重建血供的时候会受到影响那另外还有细胞的这个阶级当中，中性白血球巨噬细胞的这个浸润也会延缓造成一个不成熟的肌纤维，待会我们也会看到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一个修复所以这个避免抗炎这个 A 第一个 A 在这个新的这个运动伤害修复的观念当中它是很重要的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部分呢 educate 卫教，就是要教导这个受伤者呢积极恢复的好处那我们有以前的观念就是认为受伤就是尽量不要动，然后呢让仪器来去做治疗包括像电疗啦、徒手治疗、针刺啦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这个积极处理这个效果比较起来并不显著，而且长期可能有害，所以呢我们在使用的仪器治疗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不要让它过度治疗了那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loading 适度的这个负荷很重要负荷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个慢性的肌腱的病变当中呢适当的给它拉力给它张力的时候，对慢性的肌腱炎是有帮忙的那这个主动的这个介入是有帮忙的那另外在这个我们在一些扭伤踝关节扭伤啦、膝关节损伤的这个病患会发现说它结构损伤可能不是唯一恢复的原因，还有什么东西？患者的这个乐观的态度他这个乐观的期望这些跟他的恢复的预后会有一些正相关但是如果你是忧郁啦、恐惧啦、抑郁啦灾难感这些东西，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康复所以在新的观念里面，乐观这个很重要。那还有就是 vascularization 所谓的血管形成，那血管这个东西如果长得好那组织修复的就快，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当中常常就需要说建立血供啦建立足够的血流的供应那这个东西呢除了早期活动、有氧运动之外，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各位介绍就是等一下的这个增生疗法对这个血管形成也会有帮忙那当然我们就不用讲了这个大致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证据呢支持这个运动对踝关节扭伤还有复发这些都有帮忙我想这个 Peace and Love 就是我们最新的运动伤害的这个修复的观念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在运动伤害当中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其实就是肌腱肌腱病肌腱病。那这个肌腱病呢其它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肌腱闷肌腱的这一个失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失能的状态，它可能不会合并疼痛所以它有时候痛，有时候不会痛那这个东西可能会造成这个发炎或者是肌腱的退化或者是很多地方的这个撕裂伤。而这个肌腱病讨厌的地方在于说，它会影响到我们个人呢通常都是在最有生产力的那些年代比如说你正值中年、正值壮年的时候产生肌腱病变，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的能力那这是这样子。那另外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可能有疼痛啦、肿胀啦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会发生。那另外还有就是活动度的受限以及你在动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或者是感觉到有声音有拉扯的声音，或者是有响声那这些都可能是肌腱病的这个问题。而且肌腱病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就是它产生之后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所谓的代偿的动作
代偿的动作啊。举例来说，以肩膀的旋转肌的这个病变啊，像我们这个50肩啊，这个拧肩啊这种情形啊，这个肩膀的旋转肌的这个病变呢，它有时候啊使用不当会造成容易发生所谓的腕隧道症候群啊。那而且这个旋转肌有病变的这个病人呢，可能早期容易发生关节的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这个都是一些代偿或者是不对的姿势所产生的一些后遗症。那另外在肩膀之外，还有哪里呢？膝盖，我们像 patellofemoral pain syndrome，髌股骨疼痛症候群，这个髌骨的位置不对，包括它是高位的髌骨啦，或者是低位的髌骨，在动的时候，除了活动度受限有声音之外，那这个东西它也会造成肌腱，特别是像这个髌腱或者是股四头肌的这些肌腱呢，它会产生一些肌腱的病变，而这个东西也有可能跟早期的膝关节的退化也有相关，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肌腱这个疾病我们要赶快处理因为它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些代偿性的动作，而这些代偿性的动作会造成新的问题新的问题。OK， 那在这个肌骨疾病肌肉骨骼的疾病跟肌腱的这个病变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国外的数据啦那比如说以美国来讲那咱们有经过统计啦大概从1996年到1998年到2009年到2011年这2个期间它有相比啦那他们就是统计说在美国他们花在这个肌肉骨骼疾病上面的这个费用呢，1996年到1998年到2009年2011年这段期间呢增长了1倍，增长了1倍是多少呢？各位可以看一下，从3671亿到7963亿的美金不是这个台币，也不是人民币你看这么多的钱所以在短短的这个10几20年当中它就增倍了翻倍了那另外的话根据美国的一些资料研究来显示，他们发现说在所谓的这个肌腱病肌腱病变的话，一年大概有多少个大概有这个16.5个 million 16.5个 million 也就是这个16.5个百万这么多人一年有这么多人，而这些病人呢大概有30%左右他是会主要到这个比如说开业医基层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单位去，那其中呢大概有50%是这个所谓的运动伤害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的门诊当中也常常看到因为运动做太多或者是不对的姿势下面引起的一些肌肉的病变，而这些肌肉病变里面肌腱又占了大概50%所以这些东西是美国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看一下啦那目前的这个治疗当中呢我们有像物理治疗啦理疗光生热电这些的治疗，那另外就是使用辅具支架辅具，那还有口服的药物啦，或者是早先的类固醇的注射，还有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的增生治疗或者是未来干细胞，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PRP 等等都是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断裂或者是强度不够，我们会用这个人工或者是自体的肌腱来去做修补这个就是手术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肌腱病变的一些概况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肌腱里面它有哪一些结构那肌腱里面它的结构，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细胞啦那细胞的话，我们肌腱里面的细胞就是叫 tenocyte 肌腱细胞。那这个肌腱细胞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叫 TSC 或者叫 TSPC。TSC 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肌腱腱鞘的这些周围，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肌腱的干细胞。干细胞，这我们称之为 TSC。那在肌腱的这个附近它可能还有一些什么，我们叫 TSPC，就是干细胞的前驱细胞。那这些东西呢，它就是负责分化出我们的这个肌腱肌腱细胞 tenocyte 但是呢在某一些情形下面，等一下也会讲到，它可能会造成影响就是它分化的话会长得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肌腱里面的细胞的结构是这个样子它是在这一个所谓的 collagen fiber 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这些里面在技术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这个肌腱除了细胞之外，当然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称之为细胞外的间质啦那我们称之为 extracellular matrix 细胞外间质。那细胞外间质包括哪一些呢？第一个它有一个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样的这些东西。那胶原蛋白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什么？我们的房子的一个钢丝、一个铁架、一个鹰架，它呢是产生所谓的结构。产生结构的这种胶原蛋白，我们称之为一型胶原蛋白，一型胶原蛋白，那但是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在血管，提供这个支撑力的这些胶原蛋白，比如说第3型、第5型、第6型的胶原蛋白，这个也是胶原蛋白，那当然除了细胞外间质除了胶原蛋白之外，还有就是非胶原蛋白的这些结构，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蛋白聚糖proteoglycan， 或者是糖胺聚糖glycosaminoglycan， 我们简称 GAG 啦 glycosaminoglycans 比如说大家常常听到的这个玻尿酸、玻璃酸钠葡萄糖胺氨基葡萄糖胺或者是软骨素啦、筋骨素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糖胺聚糖的这个结构，它是属于非胶原蛋白的细胞外间质好，那我们这个老化之后对肌腱呢会有什么影响？可能觉得说，我年纪变大，我不要理它肌腱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肌腱我们来看看，老年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细胞的静止细胞的静止它细胞呢也就是说它不开始不分裂了，不分裂之后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些肌腱呢的这个弹性或者是它的延展性它这些东西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变硬了那这些东西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TSC 它已经老化了，它没有办法再去做自己的一个更新就是我们所谓的更新的失能啦那另外的话它没有办法很好的产出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这个我们叫转换率或者是生产率的这个降低那还有就是什么需要这个组织修复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酵素重要的一些酵素它没有办法分泌的很好是减量了，或者是胶原的那个细胞外间质的这个分泌呢它受到减少那这些东西呢合起来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是静止相关的这个分泌的这个功能细胞呢它会分泌功能会变差，那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疲劳的细胞现象tired cell phenomenon 疲劳细胞的这个现象那就是说它整体的这个更新分泌的功能都受到影响那除了这个东西以外，老年年纪变大衰老还会造成什么？血管血管的这个分布会减少，血管分布减少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造成我们组织的灌流不足，或者是组织甚至是缺氧的低氧的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我们刚刚讲的 TSC 就是干细胞肌腱的干细胞，或者是肌腱干细胞的前驱细胞，它在分化的时候，它就倾向于会长出没有不像肌腱细胞的这些分化，而这些东西呢最后就会造成什么？那个肌腱里面脂肪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些退化的组织这个充盈在整个肌腱当中，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些比较老化的肌腱里面除了这个更新速度受到影响之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特别是在这个超音波超声的检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肌腱里面它开始会有一些空洞，而这些空洞呢是由这个脂肪细胞所来去占据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老化在里面可以看到肌腱有这些现象。好，那肌腱病变呢？除了刚刚之外的这些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在另外一篇在2011年Knee Surgery Sports Traumatology Arthroscopy 这个地方有讲到这个东西肌腱。讲的这个是阿基里斯腱，这个是肌腱的那个腱鞘。这个腱鞘它如果受伤了在这个地方你看肌腱受伤的时候，它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它拉扯不顺畅的时候，它可能会长出一些新的结构。这些结构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些乱长出来的神经或者是小血管等等，
而这些东西呢，在这个地方它会分泌一些物质，而最终呢就造成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些的粘连，粘连。好，所以有些人肌腱受伤之后、拉伤之后，你不去动它，你不去处理它的时候，最后呢它就会变得很硬，或者是变得延展性有问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老化对细胞的影响之外，有一些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它新生的一些小血管、新生的一些小神经，在这个伤害的这些地方，除了造成粘连之外，你在动它，它就会受到拉扯，它就会造成疼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这些东西呢，跟我们等一下提到的肌肉慢性肌肉疼痛的起源也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增生疗法了那增生疗法这个东西呢，其实它一定有一些它的历史那其实很早早在这个将近100年前1937年的那个年代，其实那个年代我们是叫做所谓的硬化疗法 （skill therapy） 或者叫硬食疗法了那硬化疗法、硬食疗法那个时候呢其实发现说，打一些药物进去呢可能他们推测了会造成一些局部的这个发炎或者是跟神经相关的一些效果会造成这个会造成那个结构变得更硬实所以他们叫硬化或者叫硬实疗法，实际的实了那这个东西呢到早期的1960年代那首先就由这两位医师这个 Hackett跟 Hamwell 这两位医师，他们首先在美国的这个内科医学会里面的这个会议里面提出了这个字眼我们称之为 prolotherapy。prolo 就是增生 proliferation 的意思 ，therapy 就是疗法了，我想大家知道那 prolotherapy 就是所谓的增生疗法这个大概就是在1960年代他们首次提出来这一个字眼就是增生的一个疗法好，那增生的疗法的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根据最近这个在做增生领域里面很多研究以及教学做得很成功的这个 Rosehauser 这位医师，那他有提到我们是打什么？所谓的增生治疗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打这个增生剂到什么？受伤的组织受伤期望能够修复它然后恢复它的这个功能，或者是我们打这个增生剂到哪里呢到受伤的韧带，受伤韧带的哪里它连到骨头的地方的这些受伤韧带连到骨头的地方来期望来去它的修复造成这个修复恢复它的功能。那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呢是打在这个受伤的这个韧带，让它什么变厚跟变紧，而这个东西呢，期待它恢复我们的关节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稳定度也就是减少减缓我们关节的不稳定那如果有符合这3个情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增生疗法。好，那这个可以看到了这个是早期我们一些组织学的这个研究，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增生治疗的时候，刚刚开始受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肌腱细胞，它是排列比较紊乱的。我们打过增生疗法之后呢，它这个地方的肌腱细胞它会聚集聚集之后它重新分泌出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以及细胞外间质，那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更致密、更完整的这个结构这个就是我们说增生疗法在组织学上面看到的一些现象了好，那这是在台湾这个最早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早在2004年这个将近20年前了那我就写过第一篇介绍这个第一篇的这个文章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扭伤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什么就是软组织的增生疗法。那据我所知呢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人用中文的这个卫教文章来去介绍这个增生疗法眼看时间也过得很快了过了这个18年19年了到现在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累积了一些这个临床跟实验的经验我们也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了好，那所谓的增生疗法，我之前接受一些访问这些我们有介绍过，它主要是什么呢补充原料可能是生长因子，或者是使用一些致炎造成发炎的这些状况的
的药物，我们来做这个增生修复。那当然最近比较流行的大概就是所谓的 PRP 哈，自体浓缩血小板或者是自体干细胞等等。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最近这几件流行的。好，那这个受伤退化的时候，我们使用增生剂下去，然后让它去修复。好，这个大概是增生疗法的这个精神啦。好，那增生修复疗法它的适应症，好，一些关节的疼痛啦，或者是拉伤啦、椎板突出啦、下背痛啦、关节不稳定、结痂，或者是过度牵拉之后、骨折之后的复原，各种的疼痛啦，这个冰冻间等等，包括像挥鞭症啊、肌筋膜疼痛症，等一下会介绍，像肌腱炎等等，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尝试我们的增生修复疗法了，好，那我们常用的这些注射的药物大概有哪一些呢？早先的话在做的时候，其实大概在1930、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美国、澳洲、德国的医师，他们是使用什么普罗卡因就是局部的麻醉剂来去打下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它的功能啦。那当然后来也有人是使用所谓的生理食盐水 Normoxidil 来去打。那也有一阵子是流行做什么利多卡因就是加上类固醇激素加上这个麻醉药来去打这个时候，那还有一些像这个凤梨酵素啦、姜黄素也有学者来去提出啦。那我们最近比较常用的增生治疗药物大概就这一些。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浓度的右旋葡萄糖以及浓缩的血小板的生长因子或者是玻璃酸钠、玻尿酸软骨素或者是葡萄糖胺，或者是二甲峰筋骨素以及大家也很清楚的像鼠类神经生长因子啦、神经节苷质啦这些东西都其实都有一些增生修复的这个效果。好，那这些机转呢我们主要有这几种啦包括像局部的刺激啦，或者是小颗粒啦，或者是造成这个渗透压的改变啦，或者是趋化性的这些东西补充啦、细胞激素啦等等抗炎等等这些。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高浓度葡萄糖呢它的这一个这个领域呢我们就是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有渗透压造成渗透压的这些这个药剂它主要就是让我们局部的细胞产生缺水的反应，然后细胞就会发出这个需要救援、需要修复的讯号，然后吸引这个附近的组织来去做修复。那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机转的这个整理啦。好，接下来介绍一些最近这2、3年内的一些比较新的回顾的研究。那关于这个高浓度的葡萄糖，像这一篇是发表在这个去年这个美国复健医学会的这个期刊里面的一个文章啦。他这里面有提到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我直接跟各位讲结论了。高浓度的葡萄糖增生疗法，在这个膝关节的治疗当中，对于疼痛缓解以及功能改善呢，跟什么？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玻璃酸钠就是玻尿酸的这个注射，它在短期追踪的这个疗效呢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短期的时候，除了玻璃酸钠、玻尿酸的注射之外，我们也可以考虑高浓葡萄糖这个是2021年在美国复健医学会的一个期刊的这个发表的一个论文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Journal of Clinical Rheumatology 临床风湿病学的这个杂志也是这个2021年这个6月它也有提到这个东西呢，我们如果在治疗这一个关节周边的神经筋膜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注射呢，跟传统的物理治疗相比反而它的初期的效果是这个增生葡萄糖增生治疗的这个效果还要来得好还要来得好那这个它还是有一个来去做分组，大概66个病人在这个肩膀这个旋转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是这样子好，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系统统合分析啦那里面它有讲到就在我们做什么呢？肩关节旋转肌的疼痛的缓解当中，我们使用高张葡萄糖的这个注射，我们直接跟各位讲结果了它的这个注射呢跟非侵入性的这个控制组对照组来去相比的时候，它可以什么长期减缓的这个疼痛的效果是来得好的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在去年4月6月的这个期刊ACTA Rheumatology Port 这个地方有一个 meta analysis 的这个文章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好，那另外这个也是一个哈，在2020年哈2年前哈，Physical Medicine Rehabilitation 哈，复健科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期刊里面有讲到，在这一个肩旋转肌的这个损伤的患者，好，我们使用高浓度的葡萄糖增生治疗跟物理治疗，哈，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辅助的一个做法，哈，这里哈直接也跟各位讲一下，哈，它也是有做一个对照组的来去分析啦，哈，来去分析，哈。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慢性肌肉的疼痛啦。哈，慢性肌肉的疼痛是怎么来的呢？好，通常是我们肌肉受伤、拉扯或顿挫之后，肌纤维撕裂肿胀，造成血管肌肉的影响。那恢复之后，这里有一个结痂的组织，所以在收缩的时候，它会比较不顺畅，会摩擦，好，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这个神经肌肉的这个放电，好，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慢性肌肉的疼痛了。好，那这个里面最有名的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肌筋膜疼痛症，它有几个特征哈，就是在这个疼痛的地方，你可以摸到一条紧绷的紧束带，那在这紧束带当中，你会摸到一些点啊，压下去，病人会痛的跳起来哈，所以以前叫什么中医叫是阿是穴啊，类似的这个描述了哈，那很痛，肌痛点。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压到这个肌痛点的时候，它会产生疼痛，而这个疼痛呢，会感觉跑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叫做转位痛，或者叫做这个呃呃隐传痛啊，也有人叫隐传痛、转位痛都有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你给它去针刺，或者是做干针的这个注射的时候，它局部的肌肉会跳动，我们称之为弹跳反应。那如果有这四个这个诊断的特征，我们通常就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肌痛症了啊，肌痛症啊。那关于肌痛症我们有做过一系列的研究了啊。早在2003年我们大概是台湾第一篇就是用这个超声超音波来去分析肌痛症，在这个干针治疗之后，它的及时的反应。好，我们干针前、干针后的治疗，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厚度有没有改变。好，那这个文章研究呢，我们是发表在2003年的台湾复健医学会杂志了。好，那另外我们呢，之后做了许多的这个动物的研究，我们有发现其实兔子是一个很好的作为一个研究的这个对象。那我们就是做什么肌痛症的这个研究了哈。那我们在这个2008年在美国复健医学会也发表一个论文就是说这个雷射对兔子的骨骼肌这个肌痛点的这个电生理治疗过后的这个效应啊那这个就我所知也是一样这是我们第一次建立在台湾建立这个肌痛症的动物实验模型，以及提出这个机转的论文这是在2008年的美国复健医学会杂志。好，那之后我们在2009年也首次提出了那个时候我们用最新的这个3D 成像的超声超音波，首次来去描述这个超音波底下那这个肌痛症应该是长什么样子你看这个是当初我们3D 的这个影像你可以看到肌痛症的这个紧束带，它就是一个3D 立体结构，一个条索状的东西，我们在3D 超音波下面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我们也是发表在这个2009年肌痛学会的这个年会上面去做第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好，那之后呢关于这个肌痛症的治疗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啦那包括像什么我们在上斜方肌肩膀的这种肌痛症的我们用什么在下肢去做针刺针刺之后发现它会有一些远端的效应，这个疼痛的阈值活动度都会受到改善。那这个东西的结果我们也把它提出来在2013年的这个 EBCAM 这个杂志里面，我们也是首次在这个 SCI 里面提出远端针刺可以治疗近端的这个肌痛症。好，那这个是我们关于这个增生修复疗法一些基础的这个研究那我研究的对象一开始是使用这个islet cell 胰岛细胞那我们用叶酸产生一个诱导一个氧化压力的这个模型，那结果我们发现呢这个叶酸缺乏的时候会增加氧化压力跟亚消化压力，而这个东西呢会造成这个 islet cell 胰岛细胞的这个凋亡。那这个东西呢，这个研究我们呢也是率先在2013年发表在 PLOS ONE 的这个国际期刊 SCI 里面来提出来这个东西。好，那之后我们团队再接再厉那同样的这个机转，我们呢第一次在哪里呢？
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滑膜细胞上面，我们发现了，我们发现在这个叶酸缺乏的状况下面呢，它的氧化压力增加之外呢，造成钙离子流入，最后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细胞的凋亡。那这个东西呢，它是经由钙离子去介入了。那这个临床的这个现象，我们首次用实验的东西来去解释了在滑膜细胞的凋亡里面，我们发现氧化压力占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而这个重要的发现呢，这个我们也是同样发表在3年后，就 PLOS ONE 的这个2016年，也是荣获这个刊登了，好，那这个东西啊，我们把这些先前的一些研究整理起来，就发现说，其实疾病伤害会造成急慢性的这个发炎呐，那急慢性的发炎在伤害在愈合不完全当中呢，可能会有疤痕，可能会有水肿，那这个东西会造成我们局部的循环障碍，而随着年纪的这个增加，退化产生，再伤害产生之后，这些慢性的重复的累积之后，最后就会让我们疼痛受区域敏感化，而造成肌痛症。那这个是早先我的老师洪章仁教授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啦。那基于先前我们刚刚那些细胞学的研究里面，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了。我们就加进了2个，就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到，氧化压力跟亚硝化压力一样，它跟急慢性发炎都会会敏感化我们疼痛的受体，从而造成肌痛症或者是一些疼痛的现象。所以以前我们认为说，急慢性发炎才是造成疼痛的原因，现在认为不是的了。现在氧化压力跟亚硝化压力的增加也会活化或者是敏感化我们的疼痛受器。这个是我们先前的一些研究得到的一些心得都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最近这2、3年我们在疫情当前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了这个也是一个去年底今年初我们在一个那个 JNHA Journal of Nutrition Health and Aging Impact Factor 5.2的这一个文章我们也同时发现这个硫酸软骨素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到增生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成分，那它除了促进软骨细胞的这个增生之外，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会造成什么？会造成远处的软骨细胞它会移行，会吸引它过来，这个就是我们软组织修复真正的新观点。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讲的，一直讲增生修复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只有增生，它还有什么？把远端的细胞它会吸引过来，会移行过来一起来去做修复。而这个东西呢，我们首次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重复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也投到国际的这个 SCI 期刊获得荣得刊登了好。OK， 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章请大家带回家的一个信息啦那第一个我们急性运动伤害的这个照护现在我们的原则叫 Peace and Love 啦那我们处理的重点就是肌腱病变跟慢性肌肉疼痛都是需要处理的那刚刚有跟各位讲到增生修复的治疗的主角高浓度的葡萄糖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治疗的药物那造成疼痛的这个原因，发炎、氧化压力跟亚硝化压力都是造成疼痛的原因那另外我们修复的重点不是只有局部的组织的增生而已啦还有就是其他比较远的这个细胞移行过来也是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今天我报告到这边谢谢各位的聆听。